如果不是那部被遗忘在沙发缝隙里的备用手机，我大概还会沉溺在沈修燕亲手编织的深情美梦里。屏幕亮起时，几张照片毫无预兆地撞进我的视线。那是雷克雅未克的极光下，沈修燕牵着林青一的手，两人对着镜头展示着红色的结婚证。林青一笑得明艳动人，那种志得意满的眼神穿过屏幕，死死扣住我的咽喉。照片显示的日期是6天前，那天是沈修燕口中出国洽谈重要跨国项目的第3天，也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她临行前还温柔地吻过我的额头，承诺回来补给我一个盛大的惊喜。现在的确很惊喜，我的丈夫和我的至交好友在遥远的北欧秘密领了证。我面无表情地翻看着那些照片，每一张都像是淬了毒的利剑，将我过去3年的自我感动射得千疮百孔。沈修燕这样严谨且克制的人，竟然会犯下忘记带走备用机这种低级错误，只能说明那一刻的她已经兴奋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我将手机放回原位，指尖微微颤抖，心口却像被泼了一盆带冰茶的凉水，冷得彻骨，却也清醒得可怕。宁熙，我回来了。玄关处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紧接着是沈修燕那带着磁性的熟悉的嗓音。她推开门，身上还带着深秋的寒意，怀里抱着一大束火红的朱丽叶玫瑰。怎么不开灯？她走到我身后，顺手按下开关。突如其来的光亮刺得我眼眶发酸，但我没有回头。她从身后环住我的腰，下巴抵在我的肩窝，语调里满是旅途劳顿后的眷恋。抱歉，回来晚了。看，这是给你带的礼物，喜欢吗？我垂眸看着那束花，花瓣上还带着新鲜的水珠。在林青一的社交平台上，我也见过类似的花，只不过它那束是白色的，象征纯洁的爱。喜欢。我转过身，扯出一个近乎完美的微笑，甚至还主动环住了他的脖颈。跨国项目谈得顺利吗？沈修燕英俊的眉眼间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僵硬，随即自若地吻了吻我的鼻尖。很顺利，拿到了对方最关键的授权。宁熙，等这段时间忙完，我就带你出国转转，你想去哪儿都行。好啊，我轻声应道，语气温柔的像是一缕烟。我想去英国，听说那里的雾气很浓，适合藏身。他低笑一声，揉了揉我的头发，怎么说的像要玩失踪一样。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宵夜。林青一刚才还跟我通电话，说这2天想约你逛街，他最近好像心情不错。我看着他走向厨房的长影，那是多么体贴，多么顾家的背影。他甚至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在我面前提起林青一，将那场跨国背叛粉饰成普通的商务出差。沈修燕，你以为我还是那个只要你给1颗糖就能满足一整天的傻姑娘吗？我走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捧起冷水狠狠地扑在脸上。镜子里的女人面色苍白，眼神却如利刃般锐利。沈修燕的温情是假的，林青一的友谊是假的，唯有我此时心底那股缓慢滋生的恨意，真实的令人战栗。既然你们喜欢在国外领证，喜欢玩这种偷梁换柱的游戏，那我也送你们一份大礼。我回到书房，打开了那台私人笔记本，我开始逐一清点我的婚前财产。那些曾经为了支持沈修燕创业而抵押的房产，我名下的股票和基金，每一笔都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剥离。沈家现在的生意看似风生水起，实则全靠我父亲当年的那些老部下帮衬。如果我抽走所有的资金支持，那所谓的高楼大厦不过是一堆随时会坍塌的废墟。凌晨2点，沈修燕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面走进书房，她看着我忙碌的样子，有些心疼地合上我的电脑。别太累了，沈太太，这些事交给底下人去做就好。沈太太这3个字，此刻听起来是如此讽刺。我顺势靠在她的怀里，感受着她胸膛的热度。就在1个小时前，这个胸膛还属于另一个女人。我强忍着胃部泛起的恶心感，轻声问道：修燕，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见了，你会找我吗？她圈紧了手臂，声音沉稳有力：胡说什么？这辈子你只能待在我身边。我闭上眼，在心里默默数了3个数。第一，我要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第二，我要让你们的背叛成为余生挥之不去的噩梦。第三，
沈修燕，这个沈太太的位置，你既然给了别人，那就彻底留给她吧。我给远在伦敦的一位老同学发了一条信息，帮我查一下，最近一期的投资移民最快多久能办好？对方很快回复，条件符合的话，2周内可以走流程。我关掉屏幕，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1周后，我会让沈修燕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倾家荡产，什么叫真正的孤立无援。沈修燕依旧维持着她那完美丈夫的人设。隔天清晨，她在阳光落入卧室前就已起床，为我准备好了温热的燕麦牛奶。她俯身吻我的时候，身上那股淡淡的雪松香气，在我的感知里却腐烂得像陈年的淤泥。宁熙，今天我要去一趟公司，有个海外项目的收尾会，下午可能不能陪你吃午饭了。她一边系领带，一边细心地叮嘱，别总闷在家里，约青衣出去走走。我陷在柔软的被褥里，撑着下巴笑得无害。好啊，正好我想换个心情。她离开后，我翻身起床，拨通了中介的电话。我的动作必须快。沈修燕太聪明，只要她稍微留意一下家里的财务变动，一切就会功亏一篑。但好在，她现在正处于胜券在握的狂妄期，她认为我这只笼中鸟永远飞不出她的掌心。上午10点，我出现在了市中心的一家私密茶室。林青衣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穿着一身洁白的真丝长裙，颈间戴着那条沈修燕从冰岛带回来的孤品蓝宝石项链。那颗宝石在灯光下闪着幽冷的光，像是一只嘲弄的眼睛。宁熙，这里。她笑着向我招手，语气亲昵的，仿佛我们之间从未有过裂痕。修燕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让我多陪陪你。我坐在她对面，目光状似无意的在那条项链上停留了1秒，随即若无其事地移开。是啊，可能是在家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闷。青衣，你这条项链真漂亮，以前没见你戴过。林青衣的指尖下意识地抚摸过宝石，眼底闪过一丝藏不住的炫耀，嘴上却云淡风轻。哦，这个啊，前2天去逛古董店，一眼相中的，觉得跟我挺衬，就买了。我心中冷笑，那是沈修燕在冰岛拍卖行亲手拍下的，发票还在那个备用手机的电子邮箱里存着，确实很衬你。我垂下眼帘，搅动着杯里的茶汤。青衣，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愣了一下，随即感叹道，从大学入校到现在，整整8年了。宁熙，你怎么突然感伤起来了？8年，真快。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世上谁都可能骗我，唯独你不会。我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林青衣的笑容有一瞬间的僵滞，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握住我的手，那是自然。不过宁熙，如果你真的觉得修燕最近太忙冷落了你，你也得体谅她。她现在为了沈氏的那个英国项目，压力很大。我敏锐地捕捉到了英国项目这4个字。原来沈修燕早就盯上了那边的市场，甚至可能已经想好了要把那个新家安在伦敦。你说的对，所以我打算帮帮她。我反手握住林青衣的手，语调诚恳，我打算把我名下那几套商铺和那5%的股权都折现，投进她的新项目里。但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施舍。青衣，你帮我出个主意，怎么运作最自然？林青衣的眼睛瞬间亮了。她不仅是我的闺蜜，更是沈修燕公司的财务顾问。她太清楚那笔资产的分量了。对于一个急于想在国外站稳脚跟，甚至想跟前妻彻底切割的男人来说，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养料。宁熙，你认真的？他极力克制着语气里的兴奋，这可是你的婚前底气。夫妻一体，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苦涩地笑了笑，只要他能好，我付出什么都愿意。林青衣连声夸我大度，随后便忙不迭地给我出谋划策。他甚至主动提出可以找他那个做金融的朋友帮我进行资产过桥，确保资金流向隐秘且快速。我看着他在那张洁白的纸上画出的一道道资产转移路线，心中一片冰冷。他以为他在帮沈修燕夺取我的财富，却不知道我是在给他和沈修燕挖一个巨大的泥潭。只要这笔资金通过林青衣的手转出去，不仅我能在短时间内拿到大量现金，还能在未来的法律诉讼中坐实他们2人合谋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离开茶室时，林青衣还在叮嘱我，
这件事先别告诉修燕，等资金到位了，给她一个惊喜。放心，我会给她一个永生难忘的惊喜。我帮她理了理衣领，手指划过那颗蓝宝石。回到家，我接到了移民中介的信息，所有的手续已经进入了快车道。我看着落地窗外繁华的街景，心中默念：沈修燕，你要的高楼，我给你垫砖；你要的繁华，我给你添火。等到火光冲天的那一刻，我会带着所有的筹码，彻底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傍晚，沈修燕推门而入，她看起来有些疲惫，但见到我时还是露出温润的笑。今天跟青衣玩得开心吗？她脱下外套递给我。很开心。我接过外套，闻到了上面沾染的一丝极其淡薄的属于林青衣的香水味。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未来，关于怎么让你更成功。沈修燕揽住我的肩，满意地点了点头。宁熙，有你真好。我看着她虚伪的温柔，心中只觉荒唐。再过7天，沈修燕，希望你还能说出这句话。林青衣的动作比我想象中还要快，或许是那份合法妻子的隐秘虚荣心在作祟，他急于向沈修燕证明，他不仅能提供情绪价值，更能帮他彻底吞下我的婚前底蕴。隔日下午，他约我在律师事务所见面，身边还带着一位看起来精明干练的男士。宁熙，这位是周律师，专门负责大宗资产处置的。你那几套铺子位置极好，只要价格稍微松动一点，3-5天内就能全款变现。林青衣挽着我的胳膊，语气里透着一股子稳操胜券的急切。我扫了一眼那些已经草拟好的转让协议，协议的条款很有意思，资金流转的中转账户写的是一家海外离岸公司。我查过，那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正是林青衣。周律师，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指着其中一项关于不可撤销授权的条款，语气平静。资金到位后，直接转入这个离岸账户。修燕的项目急着用钱，我不想在中间流程上浪费时间。周律师推了推眼镜，目光审慎地看向我。宁熙女士，这意味着这笔钱一旦划出，就不再受国内法律的直接追诉。您确定不需要沈先生本人签字确认吗？不用，我想给他一个惊喜。我笑了笑，转头看向林青衣。青衣，你会帮我保密的，对吧？林青衣几乎是屏住呼吸点头。当然，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我当着他们的面，在10几份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亲手斩断了通往过去的最后一道锁链。资产变现的过程异常顺利，因为我给出的价格确实诱人，那几处位于黄金地段的商铺，简直是商界眼中的肥肉。签完字出来，林青衣为了犒劳我，提议去逛商场。在一家高定女装店里，她看中了一件剪裁极佳的酒红色丝绒礼服。她站在镜子前反复比划，眼神中流露出的贪婪几乎要溢出来。宁熙，你看这件好看吗？我过2天的生日宴上想穿。她转过身，笑容里藏着几分试探。我记得很清楚，后天并不是她的生日，而是沈家老太太，也就是我婆婆的60岁大寿。沈修燕曾跟我提过，要在那天宣布一件大事。现在看来，她所谓的惊喜，大概是要在亲朋好友面前，让这个怀揣着国外结婚证的真爱正式登台。好看，这种深红色最压场面。我顺从地赞美着，甚至主动叫来导购，这件衣服记在我的账上，送给林小姐。林青衣佯装推脱了几句，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她大概觉得我这个冤大头已经彻底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临走前，她似乎是为了弥补那点微弱的愧疚感，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塞给我。宁熙，这是我特意找人定做的香薰，助眠效果很好。看你最近黑眼圈都重了，记得每天晚上都点上。我接过盒子，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迷迭香气。回到家后，我随手将其丢进洗手间的垃圾桶，并按下冲水键。这种小把戏不过是想让我睡得更沉，方便他在深夜和沈修燕互诉衷肠罢了。晚上，沈修燕带回来一盒我最爱吃的栗子蛋糕，她像往常一样亲手替我剥开外壳，递到我嘴边。宁熙，妈后天的寿宴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她语调温柔，眼神里却透着一种审判式的冷静。都准备好了，礼物也挑好了。我咽下那口甜得发腻的栗子肉，
语气轻快。对了，修燕，我把那几套商铺卖了，钱过2天就会到账，正好能赶上你的新项目。沈修燕包栗子的手猛地顿住，她抬起头，漆黑的瞳孔紧紧锁住我，试图从我脸上找出一丝破绽。怎么突然卖了？那些是你的嫁妆。她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沙哑，更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慌乱。因为我想通了，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伸出指尖，轻轻抚平她微蹙的眉头。修燕，你不是一直想让沈氏走出去吗？我支持你，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都会有的。沈修燕盯着我看了许久，直到确认我眼底只有盲目的爱意时，她才缓缓松了一口气，伸手将我搂进怀里。宁熙，我向你保证，以后一定会加倍补偿你。她在我耳边低声呢喃，那语气真挚的让人心寒。我靠在她的肩膀上，无声的笑了。补偿？确实会有补偿。等你们发现那笔巨款在进入离岸账户的一瞬间就被我合法的转往英国，而那些商铺的法律纠纷将拖垮沈氏的资金链时，我希望你还能保持这份优雅的承诺。那一晚，沈修燕在我身边睡得很熟，我却在黑暗中睁着眼，一遍又一遍地核对手机里的航班信息。距离我彻底离开还有最后4天。寿宴前夕，沈家老宅灯火通明。沈修燕为了这场60岁大寿费尽心思，请了大半个商界的熟人。她表现得比往常更加体贴，甚至亲自为我挑选了一套素雅的珍珠首饰，说这种温婉的气质最适合沈太太。我戴上那串圆润的珍珠，看着镜子里那个被昂贵服饰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自己。沈修燕站在我身后，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眼神穿过镜子与我交汇。宁熙，等今晚宴会结束，我有件重要的事想私下跟你商量。他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仿佛终于要卸下某种沉重的伪装。好啊，正好我也有份礼物要送给全家人。我转过身，替他理了理笔挺的西装领口。林青衣如期而至，她穿着我送的那件酒红色丝绒礼服，张扬得像一团燃烧的火。她在宴会厅里长袖善舞，甚至在婆婆沈夫人的面前表现得比我这个正牌儿媳还要熟人。沈夫人拉着她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全然忘了当初我进门时她是如何挑剔我的家事。我独自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手机屏幕微微闪烁。中介发来最后确认，由于我提供了全额的资金流水证明和那笔刚到账的离岸转账记录，英国那边的居留许可和房产交割已经全部进入最后阶段，只需我本人在后天凌晨落地伦敦，签署最后的文件。宁熙，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林青衣端着红酒杯走过来，脸上带着一丝酒后的红晕，眼神却清亮的骇人。商铺的资金已经全部划进项目预备组了。周律师说，这是他见过最效率的一次资产交割。那是当然，毕竟这是为了修燕的未来。我举起手中的苏打水，与他的酒杯轻碰。青衣，你今天真的很美，这颜色很衬你。他眼唇轻笑，凑近我耳边低语，宁熙，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有修燕这么疼你，还有这么丰厚的家底。不过人各有命，你说对吗？我看着他那双充满野心的眼睛，平静地回答，是对的。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宴会进行到一半，沈修燕上台致辞。她先是感谢了母亲的养育之恩，随后话锋一转，提到了沈氏集团即将进军海外市场的雄图大志。台下的宾客纷纷鼓掌，气氛达到了顶点。就在这时，沈修燕的特助急匆匆地穿过人群，贴在她耳边说了几句什么。我清楚地看到沈修燕的脸色变了，那种从容不迫的儒雅瞬间崩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压抑的阴沉。她下意识地看向我的方向，而我只是恰到好处地露出一抹疑惑的表情，甚至还关切地站起身，朝她走了2步。修燕，出什么事了？我走上台，在外人看来是一个担忧丈夫的贤内助。没事，公司一点小变动。她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手心却已经渗出了汗水。其实我心知肚明，那笔所谓的项目资金，也就是我卖掉商铺后的巨款，在林青衣控制的离岸账户里停留了不到12个小时。
根据我事先与周律师达成的特殊避税协议，以及我利用林青一急于表现的心理引导他签下的补充合同，那笔钱已经在半小时前被系统自动判定为异常操作，目前处于第三方监管状态。更准确地说，林青一不仅没能拿到这笔钱去填补沈氏的亏空，反而因为涉嫌违规操作，面临着巨额的金融违约金。沈修燕强撑着结束了寿宴，将宾客一一送走。林青一显然也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寻常，他拎着裙角，局促地跟在沈修燕身后，眼神里透着惶恐。回到老宅书房，沈修燕猛地关上门。林青一，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账户被冻结了？沈修燕的声音低沉得像困兽的嘶吼。我不知道啊，所有的手续都是按照宁熙给的资料办的，周律师说没有问题。林青一的声音带了哭腔。我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杯刚泡好的参茶。怎么啦？发这么大火？我把茶放在桌上，状似无意地提起，是不是那些商铺的产权问题？哎呀，我忘了跟你们说，其中2处商铺我之前做过2层抵押，变现时可能需要先解押。不过我想着青一那么专业，肯定能处理好，就没多嘴。沈修燕猛地抬头盯着我，仿佛要从我脸上挖出一块肉来。宁熙，你做了抵押？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不影响啊。我一脸无辜地看着他。而且青一不是说只要钱进了那个离岸账户，一切就稳了吗？怎么，青一，你还没把钱转给修燕吗？林青一的脸色惨白如纸，他终于意识到，那个看似完美的漏洞，其实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制的陷阱。修燕，你听我说，我可以解决的。林青一抓着沈修燕的衣袖。沈修燕厌恶地甩开他，转头看向我。那一刻，他眼底的狐疑已经到了顶点，但理智又告诉他，他那个温柔顺从了3年的妻子，不可能有这样的城府。没事，宁熙，你先去休息，这件事我和青一谈。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温顺地点点头，转身离开书房。在房门关上的那一瞬间，我脸上的无辜消失殆尽。沈修燕，这只是第1道开胃菜。明早8点，沈氏集团的法务部会收到关于那5%股权转让无效的律师函，因为我已经在更早之前将那些股权全数捐赠给了一家信誉极佳的慈善基金会，目前的持有者根本不是我。我回到房间，打开已经收拾好的极简行囊，里面只有护照、证件和一张全家福，距离登机时间还有14个小时。书房内的争吵声隔着厚重的实木门，零碎地传进我的耳朵。沈修燕压抑的怒吼和林青一尖锐的辩解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场滑稽的折子戏。我靠在走廊的阴影里，慢条斯理地撕碎了那张曾经是若珍宝的婚纱照。清晨5点，天边刚泛起一层鱼肚白。沈修燕推门进来时，双眼布满了红血丝。她看着已经穿戴整齐，坐在窗边喝咖啡的我，神色微微一怔。这么早要去哪儿？她嗓音沙哑，透着彻夜未眠的疲惫。去寺里给妈还个愿。昨晚看你和青一吵得那么凶，我也没睡好。我放下瓷杯，语气波澜不惊。修燕，资金的事解决了吗？如果实在不行，我再去求求我爸那些老部下。听到老部下3个字，沈修燕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她走过来，从身后抱住我，力道大的像是要将我揉进骨血里。宁熙，别去求人，这件事我会处理好。青一那边出了点纰漏，我会让他吐出来的。他在我颈间蹭了蹭，语调突然变得极尽温柔。等过了这2天，我们去补个蜜月吧，就去你一直想去的英国，好不好？我心中冷笑，直到这一刻，他依然在试图用虚假的温情稳住我，好让他有时间去修补那个漏风的钱袋子。他大概还以为，只要我这个钱袋子还在，沈氏就倒不了。好啊，我听你的。我回过身，在他唇上印下一个冰冷的吻。那我先出门了，司机在楼下等我。沈修燕亲自送我下楼，甚至细心地帮我拉开车门。看着车子缓缓驶离沈家老宅，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依然站在原地挥手，那副深情款款的模样，足以骗过世上所有的观众。然而，车子开出2个街口后，我便让司机停了车。王叔，
辛苦了，这是给你的遣散费。我递过去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不仅有现金，还有一张他儿子心心念念的职业技能培训入场券。沈家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好过，你回乡下躲躲吧。老司机王叔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惊愕与感激，最终一句话没说，朝我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引入清晨的雾气中。我打了一辆网约车，直奔机场。候机厅里人来人往，广播里不断重复着个航班的信息。我坐在贵宾休息室，最后一次登录了公司的内部管理系统。林清一作为财务顾问，昨晚为了自保，违规动用了几笔沈氏的公账资金，试图平息离岸账户的违约金。这恰恰触发了我提前布置的审计预警。现在，只要我按下那个举报键，沈氏集团和林清一都会被卷入长达数年的金融调查。但我没按。与其让他们现在就进监狱，不如让他们在那座名为负债的高塔里互相折磨，直到耗尽最后一丝耐心。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那张在国外领下的结婚证如何变成套在两人脖子上的绞索。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林清一发来的信息：宁熙，对不起，商铺的事是我没办好，你能不能再帮帮修燕？他现在压力真的很大。我冷漠地删掉了信息，将手机卡取出来，随手丢进了一旁滚烫的咖啡里。前往伦敦的乘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即将开始登机。我站起身，拎着那个轻便的行李袋走向登机口。空姐接过我的护照，甜美的微笑：宁熙女士，祝您旅途愉快。谢谢，我会的。我轻声回答。跨入舱门的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舷窗外，城市缩影越来越小，那些爱恨纠缠，那些欺骗与背叛，都被厚重的云层隔绝在了脚下。沈修燕，你应该还没发现，我留给你的那份还愿礼物，其实是一份已经生效的离婚协议书，以及一份沈氏集团核心技术授权过期的法律声明。没有了我的资金和父亲的人脉支撑，现在的沈氏不过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壳。而此时的伦敦，正是一场大雾将起。我将在那片迷雾中重新找回那个被弄丢了3年的自己。云层在舷窗外飞速倒退，像是某种巨大的橡皮擦，正将我过去3年在那座城市留下的痕迹一笔笔抹除。飞机的引擎声轰鸣着，盖过了心底最后那点不合时宜的酸涩。我向空姐要了一杯冰水，指尖抚过空空如也的无名指。那枚价值100万的定制钻戒，此刻应该正静静地躺在候机坪尽头的那个暗灰色垃圾桶里，等待着被碾碎。与此同时，沈家老宅的清晨，大约正上演着一场精心准备的发现之旅。我能想象到，沈修燕推开卧室门，发现空气中不仅没有了往日的暖意，连衣柜里那些代表着沈太太身份的丝绸睡袍、昂贵皮包，全都被剪成了细碎的布条。她大概会以为我只是发了顿脾气，直到她看到床头柜上那份摊开的已经生效的离婚协议，以及那本被我故意留下的林清一在冰岛领证的电子照片打印件。沈修燕，当你看到那些照片被整整齐齐地贴在你的结婚证副本旁时，你的表情一定精彩绝伦。航行时间漫长的像是过完了1个世纪。当我双脚再次踏上实地时，伦敦正下着细密的冷雨，雾气从泰晤士河岸蔓延开来，带着湿冷的泥土气息。我推着简易的行李箱汇入希斯罗机场熙熙攘攘的人潮中。在这一国他乡的土地上，我不再是依附于沈修燕的宁熙，不再是那个为了爱情放弃自我的沈太太。我拿出在当地新办的手机卡，插入槽位。屏幕亮起的一瞬间，虽然我已经提前在云端拦截了所有国内号码，但那个隐藏的专门留给沈修燕的紧急联络软件还是弹出了一条信息，发送时间是5分钟前。沈修燕，宁熙，你在哪儿？这一切都是误会，你把股权撤销是什么意思？沈氏现在乱套了，你赶紧回来，我们面谈。我盯着那行文字，唇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到了这个时候，他最先关心的依旧是那5%的股权，依旧是沈氏的乱局。在他的潜意识里，我不过是沈氏的一块基石，他大概觉得只要他解释几句，我就能再次化身为那块任劳任怨的垫脚石。我不急不躁地回复了一张照片，那是伦敦大本钟在雨雾中的模糊剪影，
以及我手中那杯已经凉透的拿铁。接着，我打下了一段话：沈修燕，冰岛的极光很美，伦敦的雾气也不错。林青一既然那么喜欢你的结婚证，那就让他陪你一起背负沈氏那3亿5千万的逾期债务吧。对了，你母亲昨晚刚收下的那套翡翠首饰，我也顺便向银行申请了资产冻结。那是你动用公司备用金买的，算不得私产。发完这段话，我彻底注销了这个账号。走出航站楼，我拦下了一辆标志性的黑色出租车，司机是个和蔼的英国老头。他看了看我单薄的行囊，笑着问我去哪儿。年轻的女士，回家还是去冒险？去重生。我报上了泰晤士河畔的一处地址，那是我用变卖商铺后的部分余款在伦敦购置的一套带花园的小公寓。虽然没有沈家别墅那么奢华，但那里的每一寸地板，每一扇窗子都完全属于我。车子穿过伦敦桥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两岸的灯火倒映在破碎的水面上，像是一颗颗沉入深海的星辰。我知道，在国内，属于沈修燕和林青一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沈氏集团的股价大概已经开始跌停，那些原本仰仗我的背景而维持的合作关系，会在一夜之间作鸟兽散。而林青一，他会发现他费尽心机抢过去的，不过是一个充满谎言、债台高筑的破落门户。我想起林青一在那件酒红色礼服下贪婪的眼神，想起沈修燕剥栗子时那双沾满算计的手。曾经我也以为那样的温情就是余生，现在我明白，真正的余生是从看清谎言并勇敢抽身的那一刻才开始的。车窗外的雨是渐大，我靠在皮质座椅上，沉沉地睡了过去。这是3年来我睡得最安稳的一个觉，没有噩梦，没有沈修燕的雪松香气，只有伦敦清冷的雨声和未来无限的可能。沈修燕，你以为我是一个人走的吗？不，我带走了我对你所有的爱，连同你的尊严和未来，一起葬送在了那片海里。落地伦敦的第7天，我换上了一身剪裁利落的驼色风衣，站在泰晤士河畔。微凉的风裹挟着潮湿的雾气，终于吹散了心头最后一丝属于沈修燕的雪松香。我刚走进新公寓附近的咖啡馆，那部专门用来接收旧世界消息的备用机疯狂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的名字像是一道腐烂的伤疤，令人作呕。沈修燕。我迟疑了3秒，修长的指尖划过屏幕，按下了接听键。宁熙，你疯了是不是？你到底在哪儿？电话那头，沈修燕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原本那股运筹帷幄的磁性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狂躁。背景音里隐约能听到医院走廊特有的嘈杂，以及沈夫人尖锐的哭喊声。我在听。沈先生，有什么指教？我抿了一口苦涩的浓缩咖啡，语气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妈心脏病发作住院了，医生说情况很危险。沈氏的账目被审计署封锁了，家里所有的卡都被冻结了。宁熙，那是妈啊，你就算恨我，钱呢？你把卖铺子的钱弄到哪儿去了？赶紧打过来救命！沈修燕在电话那头剧烈地喘着气，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无声地笑了，笑意却未达眼底。妈住院了，那确实挺遗憾的。我看着窗外缓缓流淌的河水，语调轻缓。不过沈修燕，你是不是忘了，就在1周前，你刚带着林青一在国外领了证。既然你们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真爱夫妻，这种尽孝的时候，怎么不找你老婆，反而来找我这个前任？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整整5秒钟，只有沈修燕沉重的呼吸声。你怎么知道的？她的声音瞬间矮了下去，透着一种被曝光了游街示众的羞耻感。沈修燕，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你在冰岛的浪漫能够瞒天过海，却不知道那些照片早就发到了我的邮箱里。我不仅知道你们领了证，我还知道你为了给林青一一个名分，私自挪用了公司的备用金，在伦敦置办了房产。真不巧，那套房产现在的持有人也是我。我慢条斯理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重磅炸弹。宁熙，你居然一直在算计我！沈修燕的声音颤抖着，所以那些商铺，那些股权，全都是你设下的圈套。算计谈不上，
不过是各取所需。你想要林青一的温情，我想要沈太太位置上的自由。至于钱，那是我的婚前财产，我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有什么不对吗？我站起身，推开咖啡馆沉重的木门，冷风瞬间灌了进来。至于医药费，沈修燕，林青一手里不是还有那套我送他的酒红色丝绒礼服吗？让他去当铺试试，或许能换回1-2天的氧气费。毕竟那是他费尽心机抢过去的人生，总该付出点代价。宁熙，你这个狠毒的女人，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沈修燕在电话那头爆发出绝望的怒吼。狠毒吗？沈修燕，当你抱着林青一在极光下宣誓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会在周年纪念日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当你算计着如何吞掉我的嫁妆去填补你那野心的黑洞时，可曾想过我们3年的夫妻情分？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道。沈修燕，我没报警抓你们重婚罪，已经是我对这段感情最后的慈悲。以后别再打电话来了，伦敦的国际漫游费你现在大概也付不起了。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我并没有立刻关机。几分钟后，一张截图跳进了我的视线。那是林青一发在朋友圈的一条动态，配图是沈夫人躺在重症监护室的身影，配文是众叛亲离，这世间竟有如此心狠手辣之人。我冷笑一声，反手将这张截图发给了沈氏集团的几位核心大股东。这些老古板最看重名声和忠诚，一旦让他们知道沈修燕在婚姻存续期间重婚，并导致公司财务危机，沈修燕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伦敦的雨停了，远处的大本钟敲响了整点的钟声。我知道，在国内，沈修燕正面临着债主上门、股东罢免以及法律诉讼的多重夹击。而林青一，他那场华丽的上位梦，终究只是一场裹着砒霜的闹剧。我深吸一口气，将手机卡抠出来，扔进了路边的下水道。沈修燕，属于你的冬天到了，而我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挂断沈修燕的电话后，我站在泰晤士河的堤岸边，看那暗涌的河水拍打着青石，空气里弥漫着清冷的雾气。我深吸一口，胸腔里那股憋闷了3年的浊气终于彻底散尽。沈修燕，你也有今天。我从包里取出一张全新的本地名片，那是伦敦一家知名艺术基金会的联络卡。在回英国之前，我已经利用父亲留下的人脉，秘密接洽了那里的负责人。现在的我不再是沈修燕身后那个面目模糊的居家主妇，而是拥有独立决策权的投资人。然而，国内的闹剧远未平息。通过一位留在国内的学妹，我收到了沈氏集团最新的内部消息。沈修燕为了凑齐母亲的医药费，甚至试图折价变卖沈家老宅，却发现那房产的产权证由于我之前的法律保全申请，正处于长达2年的诉讼冻结期。林青一更惨，她原本以为嫁入沈家是成了阔太太，谁料刚进门就背上了沈修燕以夫妻共同债务名义签下的非法集资担保书。沈修燕为了自保，竟然在走投无路时，把所有的财务漏洞都推到了这个新婚妻子的头上。宁姐，你没看到林青一在股东大会门口被债主围堵的样子？学妹在语音里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唏嘘。她穿着你送的那件红裙子，被扯得不成样子，最后还是警察把她带走的。沈修燕呢？她竟然躲在车里，连面都没露。我听着这些消息，内心毫无波动。狗咬狗的戏码，向来是这世间最写实的悲剧。我漫步走到茶令十字街的一家书店，这里安静的只能听到翻书的声音，正是我需要的避风港。正当我翻看一本关于中世纪史的书籍时，手机屏幕再次亮起，是一个陌生的国际长途。我犹豫了片刻，接通了电话。宁熙，救救我，我真的错了。那是林青一的声音，不再是往日的娇柔造作，而是充满了绝望的破碎感。他大概是在看守所或者某个偏僻的角落，背景音极度嘈杂。林青一，你找错人了。我语气冷冽，不带一丝温度。不，宁熙，只有你能救我。沈修燕她疯了，她把所有的假账都签了我的名字。她说我是财务顾问，一切法律责任都得我担。我手里有她重婚的证据，只要你肯帮我请律师，我把这些都给你，
我让他去坐牢。林青一哭得撕心裂肺，那种濒临崩溃的恐惧穿透了无线电波。我合上手中的书，淡淡的开口：林青一，你忘了，那些证据我早就有了。至于你被他推出去顶罪，那不是你当初为了向他投诚而主动交出的权限吗？既然你选择了站在他身边，那就该承担作为沈太太的一切后果，无论是荣耀还是枷锁。你早就预料到了这一步。林青一的声音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透骨的寒意。我没那么神，我只是太了解沈修燕了。她这种人，连发妻的嫁妆都能算计，又怎么会真心待一个帮她背叛的女人？在她眼里，除了她自己，谁都是可以丢弃的棋子。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色，语气如冰：林青一，好好在里面待着吧，至少那里不需要担心医药费和债主。对了，祝你们新婚快乐，虽然这婚期可能要在高墙内度过了。挂断电话，我将手机卡彻底掰碎，随手扔进了一旁的分类垃圾桶。书店外的伦敦，灯火阑珊。我知道沈修燕此时一定在那个支离破碎的家里，守着病重的母亲和一叠叠催债单发疯。她会想起我曾经的好，想起我为她洗手做羹汤的日子。但那不是因为爱，是因为她发现失去了我这个全能的支撑，她根本无力对抗现实的残酷。这才是对她最大的惩罚，让她活在清醒的悔恨里，看着自己一手建立的帝国崩塌，却连一个拉她一把的人都没有。我走出书店，走进伦敦的夜色中。前方的路还很长，但我走得异常坚定。伦敦的冬夜来得极早，下午4点钟，街边的路灯便已梯次亮起。我站在落地窗前，手中端着一杯冒着热气的伯爵茶。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跨国新闻推送：国内知名企业沈氏集团正式宣布申请破产清算。法人代表沈修燕因涉嫌非法挪用资金及多项金融欺诈，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几乎是同时，一个许久未见的号码拨通了我的卫星通话。那是沈修燕的亲叔叔，沈家唯一还算清醒的长辈。宁熙，是我。沈叔叔的声音透着浓重的疲态。修燕进去了。林青一为了减刑，交出了所有针对他的证据，包括他在婚内转移资产到海外离岸账户的详细记录。但由于你提前做的资产保全，那些钱他一分都没动到，反而成了他犯罪的铁证。我平静地听着，指尖轻轻摩挲着瓷杯温热的边缘。宁熙，叔叔求你一件事。他的语气近乎哀求。修燕的妈，也就是你婆婆，昨晚没挺过去，走了。修燕在里面闹着要出来送终，但没人肯保她。你能不能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哪怕只是打个电话，让债委会那边稍微松个口，让她见亲妈最后一面？我看着窗外泰晤士河上摇曳的灯影，心中波澜不惊，语气甚至带着一丝礼貌的疏离。沈叔叔，法律是有尊严的，不是我一个电话就能左右的。至于情分，在沈修燕和林青一在冰岛领证的那一刻，就已经被他亲手烧成灰了。一个连结发妻子都能算计，连母亲病重都拿不出钱救治的男人，现在谈送终，不觉得太讽刺了吗？电话那头是一阵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活该。沈叔叔最后只丢下这3个字，便颓然挂断了电话。我放下杯子，走到电脑前，处理最后几笔关于国内资产的收尾工作。林青一虽然试图反水自保，但他忘了，他签下的那些财务文件里，有几份关键的担保合同是我特意留下的死结。他不仅要面临牢狱之灾，还要在出狱后背负数额巨大的民事赔偿。沈修燕和林青一，这2个曾经在极光下宣誓要生生世世的人，如今正在高墙内外互相撕咬，互相诅咒。这大概就是对背叛者最极致的惩罚，剥夺他们所有的体面，让他们在余生中每分每秒都沉浸在对彼此的厌恶与痛恨里。晚上8点，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内监狱系统的律师函转寄，是沈修燕写给我的，字迹凌乱，纸张上似乎还有干涸的泪痕。宁熙，我错了，我以为我掌控了一切，却发现我最不能失去的是你。求你回来见我一面，哪怕只有5分钟，我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我随手将信纸揉成一团，丢进壁炉的火堆里，火舌瞬间卷起，
将那些虚伪的忏悔吞噬殆尽。真相早就在那个备用手机的照片里说得清清楚楚了。他所谓的真相，不过是发现自己无力回天后，想利用我最后一点恻隐之心来脱困的筹码。我走出公寓，走在伦敦湿冷的街道上，路边有流浪艺人在拉小提琴，曲调忧伤却自由。沈修燕，你母亲的葬礼我不会去，你的审判我也不会出席。我会在这片没有你的土地上，看每一场日出，喝每一杯好茶。而你，就在那个狭窄阴暗的角落里，慢慢数着那些冰冷的铁栅栏，度过你那充满算计和荒唐的下半辈子吧。这一场局，我赢在清醒，你输在贪婪。伦敦难得出了太阳，金色的碎光洒在泰晤士河面上，波光粼粼。我坐在河畔公园的长椅上，手边放着一份刚刚寄到的国内法院裁定书。沈氏集团的资产清算已经步入尾声，沈修燕因重婚罪、职务侵占罪以及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而林清一因涉嫌协助转移赃款及伪造财务报表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两个曾经在冰岛极光下自诩真爱的人，如今隔着高耸的围墙和冰冷的铁窗，成了法律意义上最讽刺的患难夫妻。我合上文件，看着远处掠过水面的白鸽，内心一片宁静。就在半小时前，我注销了最后那个国内的社交账号。临走前，我看到了一些碎裂的现状。沈修燕在入狱前，由于母亲葬礼无人操持，只能由远房亲戚草草下葬。林清一的父母为了替女儿偿还部分债务，卖掉了老家的房产，却依然填不满那个因为贪婪而挖下的深坑。那些曾经围绕在沈修燕身边的所谓商业伙伴，在她落难时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将沈氏最后的一点残余价值瓜分干净。这世间的因果，从来都是严丝合缝。我站起身，走向不远处的一家画廊。今天是我参与投资的第一个青年艺术家联展的开幕式。我不再是谁的太太，不再是谁的附庸，我是宁熙，一个拥有独立人格、拥有选择权的自由女性。画廊里，一位年轻的英国画家正向我介绍他的作品。他指着一幅色彩浓烈却意境疏离的油画说：“这幅画的主题是新生，宁女士，你觉得怎么样？”我凝视着画布上那抹破茧而出的亮色，轻声回答：“很美。”因为所有的重生都必须经历过一次彻底的毁灭。画展结束后，我漫步在伦敦街头。此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潮涌动，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奔波。我穿过那条熟悉的茶令十字街，去花店买了一束新鲜的白姜花。回到我的小公寓，推开窗子，冷冽却清新的空气瞬间填满了房间。沈修燕曾经问我，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她会不会找我？当时她承诺这辈子我只能待在她身边。可她忘了，人的心就像这流动的河水，一旦被污染、被背叛，就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清冽。她现在大概在那个窄小的监舍里，反反复复地回忆我们结婚那天的誓言，回忆我为她做的每一顿饭。但我知道，她怀念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可以无底线包容她、为她提供金钱和情绪价值的工具。而林清一在漫长的刑期里，他会逐渐发现，他抢来的那份爱情，其实只是一场裹着糖衣的剧毒。他付出了青春、名誉和家人的安宁，换来的只是一个男人的自私与推诿。这种清醒的绝望，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礼。我把白姜花插进晶莹剔透的水晶瓶里，花香淡淡的散开，盖住了最后一丝幻觉中的雪松味。我拿起画笔，在空白的画布上落下了第一笔。沈修燕、林清一，属于你们的篇章已经彻底翻过去，化作了这世间最微不足道的尘埃，而我的人生才刚刚铺开最灿烂的画卷。在那片迷雾散尽的对岸，我终于等到了属于我自己的万丈光芒的清晨。全文完。